1851年，第一届万国博览会在英国伦敦召开。次年，伦敦出现了一座以工业、设计、古物、雕塑等为主题的艺术类博物馆。在19世纪末，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前夕，日不落帝国女王以她和丈夫的名字将这座博物馆重新命名为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A 这个大厅呢是这个巴洛克式的风格，然后下面吊了一个这种非常现代化的一个玻璃，就是它会把一些设计性很强的不管你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东西都集中到一起。这边是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展厅这边呢都是英国早期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这个是来自于意大利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雕塑作品，这个也是英国现在最早的文艺复兴的这种雕塑之一。这个地方呢是 VA 的一个复制区它展示都是比较知名的复制品。这个区域呢是在当时 VA 刚成立的时候呢，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呢他委托定制了这些内容，当时是为了扩充整个博物馆的一个空间。其中呢最著名的就是这个图拉真柱的复制品。图拉真柱呢它原址在罗马，然后呢你看到这是两块，因为这个柱子特别高，所以它没办法把这个柱子完全给垒起来。图拉真柱呢它描绘的是在公元1100年，当时呢这个罗马皇帝图拉真呢远征达契亚，达契亚呢就是现在的这个罗马尼亚。在图拉真统治时期呢，罗马帝国的疆域也达到了顶峰，从这个不列颠一直可以干到这个美索不达米亚。达契亚呢一般认为是这个蛮族图拉真战胜了达契亚人之后呢，他把这块土地列为了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我们知道如今有个国家叫罗马尼亚，罗马尼亚的意思呢就是罗马人征服的土地。在如今的罗马尼亚呢，他们的这个历史博物馆里边陈列着这个图拉真柱的复制品，这还有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的复制品然后远处是拉斐尔的雅典学院复制品。雅典学院这幅画呢，右上角对于这个雅典娜的描绘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包括它盾牌上的这个梅杜莎的头这两个原件都在意大利。这有一个维纳斯的复制品原件我们在大英博物馆见过了。这边呢主要是英国17世纪以来的一些雕塑一些大理石的雕塑作品。这儿一个克伦威尔这边还有很多罗丹的雕塑作品。VA 呢专门有一个佛像的一个走廊，展示的是不同文化不同朝代的这些佛像。然后这个里面呢有几个来自于中国的，给大家看一看首先这个非常圆润的这个石雕来自于河北曲阳，这是一个唐代的一个佛像。不过呢因为头部缺失现在已经不能判断这是一个什么佛或者什么菩萨了。河北曲阳的这个石雕非常非常的精彩从古至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大家可以去河北曲阳或者去石家庄河北博物院去看看这些保存完整的石雕。旁边两个呢同样来自于河北来自于河北邯郸磁县响堂山石窟。响堂山石窟呢我去过它里边呢主要是北齐时期的造像高阳高欢他们那个时期的。这应该是一个弥勒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然后上面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头。因为响堂山石窟的北窟最大的那个窟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坐佛，然后那个佛头呢是民国时期后补的然后呢它原来那个北齐的已经不见了，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呢？北齐时期造像大家可以去这个山东的青州青州博物馆看看，它里边有非常大的2个展厅，全都是这种北齐时期的造像。不过那个呢属于是青州风格它和响堂山的这些还是略有不同。响堂山石窟现在它的南窟也好北窟也好，山下的这个长乐寺也好，其实已经几乎没有这些非常完整的这种坐像的这样的石雕了角落里的这3尊来自于元明清。元代的呢这是一个木雕这是一个罗汉的一个木雕。我们之前看过大英博物馆那个辽代的木雕我们再来看看元代的，然后再给大家放几个明代的木雕。然后这个木雕呢也是相对的完整，然后你看它手指头雕的非常非常的立体。中间这个是明代的加彩青铜佛手，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佛头。然后这边是乾隆年间的一个鎏金铜佛像是一个藏传的风格。然后这个佛像呢应该是来自于北京的某一个藏传的寺庙当中。另外这个走廊呢还有来自于印度来自于尼泊尔来自于这个东南亚泰国等地的这些佛像。这些佛像呢来自于，你看上面写了何鸿燊家族基金佛教艺术馆。这个跟大家聊一聊这有一个来自于泰国的一个青铜苦修的一个像，这个差不多是在19世纪苦修像呢它的特点就是会把这个
人的这个胸腔还有腹腔非常瘦弱的这种姿态给描绘出来。然后呢，中国其实有很多这种苦修像，中国现存最早的苦修像应该来自于西秦东晋16国时期，在甘肃临夏的炳灵寺石窟。我们现在走进 VA 的中国馆啊，这边有一个北齐的粟特人的棺盖，然后呢，你看到这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拜火教的一个祭司，跟他是这种人首鸟身的形象，他的手里呢应该正在去接引这个火啊。这样在国内看到的那些拜火教的祭司呢，他一般这个嘴前面是有个口罩的，但是这个有点看不太清楚啊。中国馆门口呢放着一对儿这个明代的陵前的石像生，然后这2个石像生呢是胡人啊，高鼻深目，是典型的胡人形象，然后手里边分别捧着这个宝盒。在明清2代呢，这种胡人献宝的题材其实比较常见，但不知道这是谁的陵前的石像生啊。然后石像生的这些浮雕这些云纹非常非常的细致，这个陵墓的所有者应该是等级非常高的人物。VA 这个馆呢，它注重的是各个时代的这种设计内容，然后在中国馆呢，它是按照年代的顺序首先最早是在这个新石器，它这有马家窑的陶罐，然后还有良渚文化的这2个非常高的这种玉琮，齐家的玉璧，齐家文化的这种素面的玉璧，然后还有龙山的山东这边龙山文化的黑陶蛋壳杯。我看了一下它这个介绍你看它的3号还有9号都写的仰韶文化。但是3号、9号明显是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它是在仰韶文化向西北的另外一个发展分支。旁边呢就是商周时期的，它这里面呢商代只有晚商时期的。你看这个造型很少见这是一个枭形，就是猫头鹰形的一个尊，但是它这个很小你看它这个其实也就比手稍微大一点点。这个器型我是第一次见我见过那个妇好墓里边那个枭尊，但是那个比这要大，而且妇好墓里那个呢，它的尾巴是落地的，形成了一个3点的一个支撑，然后这个后边呢它是不立下来的，也就是说它整体的重心呢全都集中于2个足部了那这个设计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稳。它这个也是枭鸟的这个头部，然后呢它这个嘴非常的尖，侧面呢也是一个盘龙组成了它的一个翅膀，然后正面是一个饕餮，下面还有一个小的一个蝉纹，旁边是西周，然后还有春秋战国的。这个里面呢，这个看一下这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嵌绿松石的一个青铜壶。然后呢，关于嵌错工艺，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竹涛的这一期的视频，然后它里边讲了这个嵌石、嵌金、嵌银的，讲得非常的详细。然后这一面墙上的文物呢，大部分来自于汉代这些都是汉代的。然后这边有一些北朝的，应该都是墓道里边出的东西。然后发现这个角落它整个布展都是用的这种汉代的这种墓道的形式，包括它的壁画。然后这个壁画中间的这个砖呢，是汉代的一个墓葬里面出来的。你看它上面雕了这些动物，还有一些人物找几个有意思的跟大家说一说这是一个汉代的一个玉马头它应该是整身的，你看后边有一个断裂的。然后看到汉代的它的这个制作这些玉器圆雕的时候呢，它会用到这种所谓的汉八刀就是它会用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驼，看它的斜面非常的犀利用这个大驼痕一点点驼出来的。然后像这么大的汉代的这种玉马圆雕其实很少像这个陶制的倒是比较常见尤其是在甘肃地区。然后这边有一个汉代的一个铜灯这个和那个大家很熟悉的长兴宫灯是一个原理对吧？可以控制这个去挪这个去控制它灯的方向和强弱这是一个环保灯。旁边呢有一个汉代的一个铜镜东汉时期的青铜神人神兽镜。然后看到旁边这一圈这就是当时秦汉时期开始流行的这种物勒功名的制度就把每一步工匠的名字物流的名字还有监制的名字全都写在一个器物上。这边有这个汉代做的各种小动物，这是一个犀牛。你看这个犀呢，它就有点抽象对吧？这个犀牛呢很有可能是根据传说去做的。另外我们知道这个汉武帝的茂陵里边有一个青铜的一个错金银的一个犀牛，那个犀牛就非常非常写实了那个是根据那个苏门答腊犀亚洲犀去做的。其他人的墓里想做犀牛呢，那基本只能通过传说，所以你看这个犀牛就不是很像但是它其实特点也都有。这是羊，这边是一个牛车，下边这个是西汉的这个陶俑。这个它标注有问题它标的是东汉绿釉陶作俑，但这其实很明显是一个六国旗的旗俑的一个，对吧？还记得我们在大英博物馆看那个六国旗吗？哇，这大马想拍。这个错金银的铜方就很漂亮你看它这个金片保留的还很完整它上面嵌错的这些金。
然后角落里是一个南朝的一个青瓷，它写的名字叫寿行壶啊，但这其实很明显是一个青瓷虎子，有人说是上厕所的，那也有人说是浇花的。虎子呢，就是它这个头是一个虎的形状，它后边趴了一个马，看它手柄这地方是一个马的形状。有一种说法呢，说这个马桶其实就从这儿来的。这边还有一个唐代的石羊，猪、牛、羊，当时作为这个太牢啊，就是祭祀的最高等级，摆放在这个神道。唐代的这些低温釉陶呢，或者说唐三彩啊，你看它这些人物非常的漂亮。然后呢，这些人物他的发髻，看他的发饰是不看他，这是一个昆仑奴，这是一个干活的。你看这些女性陶俑，她的每个人的发髻都是不一样的。在那个时期呢，对于发髻的装饰啊，也是一种时尚。这里边基本都是墓里出来的东西啊，一些镇墓的。你看，这是一个胡人骑驼，然后旁边呢，他这个介绍特别粗暴 ，foreigner， 这是一个胡人的一个使者。然后下边呢是一些这个瓶瓶罐罐，这个白瓷扁壶非常的大，这个相对比较少见一些。它这些银碗啊，都是素面的，没有什么纹饰啊，都是陪葬使用的。这个碗好漂亮啊，这个魁口的一个高足碗，它有可能是晚唐的5代时期的。旁边呢就是宋夏金元的一些瓷器啊，看这个瓷竹窑，刚才我们提到的河北瓷竹窑，北宋时期的。然后这下面有一个这种魂瓶啊，或者叫谷仓。魂瓶呢，其实从汉代就开始有了啊，纯粹的陪葬器。墓主人生前呢，他的家人啊、家臣，还有他家里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比如说宠物、家禽、家畜，还有重要的粮食啊，所有的这些形象全都贴在这个瓶子上。那这个是典型瓷竹窑的东西了。瓷竹窑的一个瓷枕，会把一些这个故事片啊画到这个枕头上。但是这个瓷枕它不是纯粹的这个睡觉用的啊，它有这个纳凉的作用，还有一些这个提神的作用。这是金代的24孝的一个画像石，这些就是明代的陪葬陶俑了。你看这几个，这个供桌啊，大英博物馆也有。另外，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馆里边的一些造像。这个呢是来自于北朝东魏武定2年的一个一佛二菩萨的一个石雕。你看它这个角落里有非常明显的纪年，武定2年3月1日，大耳朵细脖子，然后呢整个脸型比较窄，和后来的隋唐包括宋完全的不一样。你看这些造像碑上都是当时的供养人，非常朴素的愿望。这又是山西的东西啊，山西的金代的彩绘贴金木雕水月观音。这有一个鎏金的铜佛造像啊，这是一个释迦摩尼的一个坐像，它写的是明早期啊，但我估计这应该是永乐的。正常永乐时期的这种鎏金造像呢，它会把永乐年制啊刻在这个地方，但是它给抹掉了，包括下边这个东西它也给抹掉了啊。因为中国馆呢，大部分的展出的中国文物啊，其实都来自于明清2代。这是明代的造像，上面是一个韦陀。我才发现啊，他说这个琉璃六的是关帝，是二爷，但这很明显是韦陀嘛。这个明代德化窑的观音，他写的是何朝宗的，我能不能信他呀？他是不是何朝宗款了呀？何朝宗的观音非常少，然后还有这种非常漂亮的明式家具啊，这个圈椅真的漂亮。这些都是明代的家具，看这个椅子，明代的这种官帽椅，4出头的官帽椅。明代的家具呢，设计相对比较简洁。待会儿我们看看清代的那个皇室啊，尤其是乾隆时期的家具是什么样的，非常恐怖。这边有2个剔红的家具，剔红呢它是木胎，然后呢它会往这个木胎上一层一层的去涂这个红漆，然后呢在这个剔刻，把这个图案啊从这个红漆里边剔刻出来。这是明代早期的这种家具啊。然后旁边呢，这是乾隆的龙椅啊，就是他本人使用的这种剔红的龙椅，这个非常的少见。这个剔红的纹饰呢，除了常见的这种云龙啊，然后这些卷草花卉，还有一些人物故事啊，有很多幅人物故事。你从这个侧面看它这些浮雕，你感觉它这个漆得涂过多少层？因为在那个时期呢，这种红漆啊，本身它的获取就不太容易。胡人献宝，胡人上面是狮子啊，这仨都是舶来品。然后呢，这是一个铜胎掐丝珐琅景泰蓝的，这有一个西汉的这种鎏金嵌松石的孔雀形的一个铜阵，这就是镇席用的。这个估计也是河北来的啊，这跟满城汉墓那个豹子阵还有那个鹤形的那个朱砂碑非常像。这有一个乾隆时期的一个铜版画，这画的是圆明园的海晏堂，这都是清宫档案里的东西啊。你看那写着海晏堂北面
圆明园大水法12生肖的兽首就是在海盐堂里啊，但是不是在这个方向。那个12生肖铜兽呢，它是共同组成了一个喷泉。然后我们知道兽首，但其实它还有身子，然后它每一个兽手里都持着一个工具，但是那些东西现在都不知道在哪儿了。这个馆里面呢有大量的瓷器啊，然后我现在专门来看一看这些瓷器。北宋耀州窑，这陕西的。耀州窑是真的好看啊！你看它那个出泥的这种感觉，形成了一个这种明暗的对比。这个是辽代的一个白胖子，我把它称之为白胖子，它是一个白瓷褐彩的这种皮囊壶。这个白胖子的辽博有一个文创，特别好玩，特别胖。这个是明代晚期嘉靖时期的一个将军罐，然后你看它上面这个鱼，这个鱼呢是黄釉，上面夹着这种矾红彩。这个东西叫什么呢？这个东西叫皇上红，谐音梗玩得很溜。洪武的釉里红，或者叫釉里黑。看钧窑的这个蓝色，多么的深邃。相比于汝窑，我个人是更喜欢钧窑的这种蓝色啊。当然，钧窑的蓝色呢不太稳定，汝窑也不稳定。哎，这是一个灵犀望月吧？犀牛望月，它应该背上有一个，应该是有一个月亮的一个东西啊。那它这个只剩下了一个犀牛。它写的是元代青白瓷犀牛形器啊。待会儿我们看能不能找到那个月亮啊。元青花人物故事梅瓶啊，这是《西厢记》的故事。看，这还有一个人物故事的一个梅瓶，青花梅瓶，但这个是明代，它写的是明代正统啊，其实就是空白期，正统、景泰、天顺3代。你看这个时期，它的这个青花的发色也好，然后它的器型也好，包括它的绘画也好，非常的不行。元代呢，它并不是以绘画见长的，但是你跟刚才元代的那个一比，差了很多，是吧？我靠，成化斗彩鸡缸杯，但这个很明显不是成化的啊，这估计是清代的。看看雍正时期的斗彩，比这个成化时期要精细了非常非常多啊！这都是故宫同款啊，尤其是这个乾隆时期的。故宫那好像是黄釉的，这个真漂亮。永乐时期的高足碗，一个是甜白，一个是这种宝石红、霁红的。其实我买过一个那个景镇的那个仿的康熙的胶囊红，然后它也是那个灯槽口做的非常非常的好。哇 ，VA 也有汝窑啊！哇，北宋的一个汝窑的一个展托。它下边镶了一圈这个铜口，你这么一看，钧窑就有点飘了，它那颜色就有点发飘了。这个汝窑太耀眼了啊！我忘了旁边这个苏麻离青了，这两个都是宣德时期的，一个是大碗，一个是大盘。看到上面起笔停笔出的这个铁锈斑啊，这个器型很少见啊，这是同台掐丝珐琅做的这种香插，然后呢，它的形制呢是这种犀，就是牺牲的牺啊，其实就是小牛。告诉大家汝窑在哪里啊？首先呢，会看到这个乾隆的剔红龙椅。然后呢，在它旁边这个展柜，会看到一个永乐的这种大扁瓶，在它下边，叮叮，这个就是那个汝窑。这是康熙时期的一个花菇，非常漂亮的一个山水纹啊。就是大家如果到了你们城市的博物馆呢，着重关注一下康熙时期的青花的颜色，非常的透亮，然后呢又没有那么飘啊。这种一般被称为翠毛蓝。我再放几张之前在景德镇的中国陶瓷博物馆拍的康熙的翠毛蓝的特写啊。这有一个明代中期空白期的一个岁寒三友寿陶葫芦瓶啊，这个是可以摸的。虽然是空白期啊，就官方的这个官窑呢已经停烧了，但是这个质量依然很好。然后呢摸到，你看它这个框点儿。这框点不是铁锈斑啊，铁锈斑那个想摸铁锈斑的可以去那个哪儿？可以去那个景德镇御窑博物馆，那里边有洪武时期的青花可以摸。这个角落有一个乾隆时期的仿生瓷，它是用瓷仿的这种铜做的这种来通杯，就是来自于希腊的那个器型。这个展厅呢其实比较小，但是它富含的信息量非常的大，所以大家如果来到 VA 的话，一定要给中国馆预留好时间啊。清代中晚期呢开始出现了这种西洋式的审美啊，现在我们去看看 VA 里面馆藏的这些西洋的东西啊。进入了这个拉斐尔画稿的展厅啊，这个展厅非常大，然后展示的都是拉斐尔受当时教皇的委托绘制的这些挂毯的草稿。整体来说呢，就是拉斐尔将这些题材然后绘制在纸上，教堂的工匠呢再依据这些底稿再去把它变成大版面的这些内容和这些挂毯。看这个挂毯啊，能非常清晰的看到它这个毛编织的这个材质，然后这些绘画的内容呢，都是当时文艺复兴时期啊非常知名的一些题材。
这部分内容呢，大概创作于1515年到1516年间。它描述的内容呢是圣彼得和圣保罗。圣彼得呢就是这个耶稣教会的第一任教皇他也是耶稣的门徒之一。圣保罗呢也是这个不计艰险的进行传教，一般也被认为是基督教的奠基者之一，描绘了这2个人生平当中的事件。然后当时的教皇呢利用这些内容去彰显自己作为圣徒继承人的权威。VA 这个2楼连廊呢整得跟家具城似的。VA 呢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展示了英国历史上这些精美的设计，并且呢是按照年代的顺序。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亨利8世在位时期。在这一时期呢，王室的宫廷人员经常随着亨利8世到处迁移从这个宫殿到另一个宫殿，跟这个季节瘟疫狩猎跟着这些因素有关。当时的宫廷内部主要流行的是大面积的这种装饰华丽的挂毯。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能看到英国王室的一些装潢的转变，这都是当时宫廷里面的一些器物然后呢，这个地方发现了2个好玩的，当时明代晚期生产的这些瓷器。然后呢，到了伦敦呢，他们把这个瓷器镶上这个金口，镶上金边，看起来有点诡异我们知道在亨8统治时期呢，他当时进行了宗教改革，把这个教会呢从这个罗马方向抢了过来。所以在这一时期呢，他的教堂内容呢相对的装饰没有那么的华丽。比如说这个十字架他在这个十字架上呢装上了那个王室的族徽。当然一些当时的贵族呢仍然会向附近的教堂去捐献这些相对比较奢华的这些装饰品。你看，这是当时宗教改革的时候他们抹除这些形象的证据，是吧？你看这个眼睛都抠了。我们再来看看伊丽莎白1世时期哇，这好大的一个床，这么大的一个床头柜，然后上面雕刻非常的细致，另外3面呢全都有这种帷帐。你看它床的一边有一个这种棍子这个棍子可以拆卸，堆在这儿的，因为它这个床上东西很多，可能起到固定的作用吧。那平时下床的话，基本就在一个方向下。伊丽莎白1世呢，在这个亨利8世和这个血腥玛丽之后继位了。然后亨8和这个血腥玛丽呢，他们在这时期造成了很大的恐慌，所以伊丽莎白1世呢，他进行了这个设计艺术上的一些手段，去稳住了当时宫廷内部的一些侍从。看看这个浮雕木板，就是当时伊丽莎白1世宫廷的一个装饰。这个呢是阿波罗和他的9个缪斯女神。缪斯女神呢主要是这个艺术的象征你看他每个人使用的这些乐器，其实都是当时宫廷乐师们会使用到的也是结合当时的一些情况进行把这个神话内容进行了一些改编。给大家提一个问题画面当中呢有10个人，哪个是阿波罗呢？这幅玛丽是一个法国画家画的你看左上角德斯高茨当时呢她17岁是这个苏格兰女王。然后德呢就是典型的法语，德斯高茨就是来自于苏格兰的。这个大盘子我还是觉得太过了，它的装饰有点太过了。这是玛格丽特的一幅肖像画重点是她的穿着，你看她的那些小背心她的坎肩毛茸茸的。然后呢下边是同一时期的这些椅套，也是和她那个小背心是同样的风格。在后来的詹姆士1世和查理1世在任时期呢，他们非常重视绘画的发展并且呢从国外吸引了很多知名的画家，比如说来自于荷兰的鲁本斯，来自于这个比利时的安东尼·凡戴克。3个头吗？他有3个头吗？一如现在和永远。叛国者的头颅被砍掉了。这儿一个克伦威尔在这个时期呢，正好是当时明代大量的瓷器开始运输到这个不列颠，上面有一个德化的白瓷，是一个送子观音。这个东西为什么符合当地人的审美呢？玛利亚与耶稣太像了。在詹姆士2世溜了之后呢，玛丽2世和来自于荷兰的威廉3世经过这个光荣革命共同执政这个时期呢，洛可可流派开始迅速发展。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对于当时陶瓷的一些影响。哇，洛可可风格的瓷器，你是怎么混进来的？其实当时清代的这个审美所谓的西洋审美就非常的洛可可。康熙朝的传教士呢，很多都来自于法国、比利时然后这些地方呢，和洛可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哎呦，这是谁？这是莎士比亚。这里还有一个河马的雕像。
我们在伦敦住的第一个地方就是 Homer Street 啊，就是荷马街。看看18世纪中叶的这些瓷器啊，成套的，对吧？他们这边瓷器呢分得特别细。看喝一次茶需要用到这么多东西啊！嚯，乌勒功名是吧？这家多少人？18世纪中叶呢，英国出现了一个陶瓷巨匠啊，就是威希伍德。之前我们在大英博物馆的时候看过，就是威希伍德瓷呢，它最早是仿这个波特兰花瓶，但其实呢，你看它还仿过这种古希腊的这种陶瓶。然后像这种浮雕瓷，这都是威希伍德的特点。好家伙！现在来到了维多利亚时代，1851年，当时呢，英国举办这个万国博览会，在水晶宫。这幅画画的就是当时的盛况啊！哇，旁边有一个水晶宫的一个模型。这英国人对于这个区域非常的兴奋啊！你看这个地方呢，展示了，这是赫拉。这个地方展示的是当时万国博览会的一些展品啊，来自于这个各个地方。然后呢，这个椅子特有意思，这个椅子看着特别现代，是吧？其实1850年离现在也没多远了。这是当时德国参展的一个椅子啊。英国当时呢正值这个第2次工业革命啊，英国当时用了大量的这种工业制品去参展。这怎么维多利亚时代这几个罐子又出来了？这是典型明代的东西啊。结果人家旁边写的是 Antique Collecting 啊，古玩。在这个展厅角落里，我发现了一件狼窑红。厉害，见到本主了啊！这个角落呢，就是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你知道维多利亚呢是17岁即位啊，1837年。这幅画呢画于1838年，这个时候维多利亚刚刚18岁啊。其实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呢，它最早就是2个人的私人收藏，后来呢经过这个捐赠啊，包括这个大维德的支持，博物馆呢逐渐形成了现在的规模。在维多利亚继位没几年呢，这个艺术史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啊，就是摄影术的发明。一般认为摄影术呢是发明在1838年到1839年之间，不同的说法。这还有一个摄影展厅啊，艾利奥特·厄维特。哇，这个非常经典啊！这是乔尔梅洛维茨拍摄的一个彩色的一个群体像啊，或者拍摄的一个肖像。这张照片呢，应该是乔尔梅洛维茨用这个大画幅拍摄的，所以你看它的快门速度可以压得很低，然后就会造成这种虚影的效果。这是恩斯特哈斯啊早期拍摄的这个黑白作品。恩斯特哈斯呢后期拍了大量的这种彩色的照片。这是罗伯特·弗兰克抓拍的一幅肖像，这是在一个时尚杂志的一个拍摄现场啊。温诺格兰德呢，他拍摄的量非常大，是他可能一卷很快就拍完了，不断的抓拍。这应该是他在洛杉矶拍摄的一个街头摄影。里弗里德兰德、威廉埃格尔斯顿，彩色的。这有2幅这个罗伯特亚当斯拍摄的小幅的黑白作品啊，特别小。近距离看一下这个新地形，对吧？新地形影响了多少人？保罗斯特兰德，这是在阿布科基拍摄的。阿布科基我有2个熟人啊，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化学老师。Better call Heisenberg。这是辛迪舍曼的自拍啊，他会把自己这个化妆啊，通过背景啊变换出各种各样的形象，然后呢完成一张自拍。哇，这还有布列松的，这是法国的非常非常著名的摄影师了啊，这是他的一张抓拍，应该是一场看不出来啊，大家都不是很高兴。旁边这个也是布列松的照片啊，这个是古巴。戴恩·阿伯斯，戴恩·阿伯斯是一位女性摄影师，然后和刚才提到的弗里德兰德、温诺格兰德还有这个埃利奥特·厄维特，他们关系都很好。哇，这张照片在这里啊，这是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拍摄的一个甲板啊，上面是这个1等甲板，下边是3等甲板的一个对比。这张照片你可能觉得平平无奇，但你看这张照片的拍摄时代，1907年。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呢也被认为是现代主义摄影之父，因为在他之前呢，摄影很多基本上就是画意摄影啊，去模仿绘画或者去这个拍摄一些风景，然后像这种真正的开始表达这种社会现象呢，是从他开始的。沃克·埃文斯，美国表象 MoMA 出品的这本书我有。这张看起来是一个快拍，因为沃克·埃文斯呢会使用这种大画幅，所以他的快拍的作品其实并不很多见啊。这幅是多罗西亚·兰格的照片啊，这是他在这个 FSA， 就是农业生产安全局项目当中拍摄的一个乡村的加油站，非常的直白是吧？多罗西亚·兰格呢，他有一幅作品非常非常的著名，这个曼门拍的啊，晚上的一个这个消防队，
这个水像烟雾一样。而且这张照片非常有意思，就是所有人，你看下边的人，他其实都没有动，然后呢，就营造出这种非常魔幻的效果啊。这摄影师威迪，这还有史蒂芬·肖尔捐赠的一组照片啊，10张做成了这种明信片啊，这都是肖尔早期的这些彩色摄影。这是爱德华·韦斯顿拍摄的一个家庭墓地啊。爱德华·韦斯顿呢是一个追求极致的一个摄影师，他拍的那个青椒，然后他自己调试相机，改造光圈。这张是他1941年拍摄的。这里还有一个罗伯特·弗兰克的《美国人》，那这是法语版，这个我有中文的再版。这是罗格·帕尔默啊，英国本土摄影师拍摄的《轨道》，这张很有意思啊。还有这张。另外，在18世纪初的法国呢，同样会把这个中国的瓷器和一些当地的这个金银制品共同组合成一个新的装饰品。中间的这个这类似仿生瓷，它是用这个瓷器呢做了这种竹节的形状。这个是清代早期在景德镇产的这种仿龙泉窑的这样的一个瓷器啊。然后这类釉面的瓷器呢，他们都会把它称之为这个塞拉铜啊，塞拉铜。另外，在它两边的这一对双鱼呢，也是来自于景德镇的瓷器啊。然后这类内容呢，在当时的巴黎权贵当中呢，是非常珍贵的礼物。这一片呢，是当时法国洛可可时期的家具。VA 的布展啊，真的是很不错。你看它这个灯光打得多好。我现在一看见青椒，就想到爱德华·韦斯顿。来看一个典型的荷兰陶瓷啊，大家知道这个瓷器，这个豁是干嘛用的吗？其实，在清代的时候呢，景德镇也烧过类似的瓷器啊。那这样的瓷器呢，主要是为了出口。这个特别漂亮啊！这个是当时荷兰的这种贝壳的杯，它呢是用一整个螺壳，你看外边这个螺壳它是天然的啊，这应该是叫什么鹦鹉螺是吧？一整个螺壳来做的，然后上面的雕刻绘画了一些自然界的小昆虫，然后它里面你看它刻了一个类似于这种士兵头盔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整个这个螺壳呢被一个这种金属的架子支撑起来，然后这个金属架子上面你看这个白的和黑的，这都是珐琅啊，就我们所说的这个珐琅的料。真是火，把这个中国的瓷器呢和这个西方的金属器结合，但其实这个器型有点阿拉伯风格。这个是典型的荷兰戴尔福特的瓷器，这是一个类似于花瓶花插，你看它每一个口呢都可以插花，然后它整个呢就会形成一个像花塔一样的插大量的这个郁金香在上面。然后这件瓷器呢是在1644年生产的。1644年呢，就是明朝已经灭亡了，当时呢是清和南明，然后这个时期呢，荷兰没有办法再从这个海上贸易当中获得当时明代这些瓷器，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自己去烧造这些瓷器，但是他们还是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来自东方的这些影响啊。这个展柜呢，主要是明清啊，基本就是明末清初，当时呢出口的一些瓷器啊，以及荷兰人做的一些仿制品。你看这个盘子。这个双鹿盘就非常典型的这种外销的风格，中间一个主纹饰，然后四周呢用这种开窗的方式一共画了8个图案。这是荷兰瓷器，然后呢这里还有一个荷兰的玻璃。乾隆时期呢有一件瓷器，就是这样的纹饰。然后 VA 呢，它中间还有一个花园，就它这个展区呢是整个这种连廊型的然后呢它中间有一个花园，小孩在这玩水呢。在这个绘画馆有大量的康斯泰波尔和几幅特纳的作品。这个是特纳在法国的这个圣米歇山绘制的这个圣米歇山呢，现在这个角度变成了一个网红机位。还有这些哇，还有罗塞蒂的《白日梦》这还有一个罗塞蒂的收藏，这是西汉的一个铜牛灯，这个和南京博物院那件非常像但是它应该是有缺损的。进到这个珠宝馆里，眼睛都睁大了。这个是当时的阿尔伯特亲王赠送给维多利亚女王的皇冠这对皇冠呢，据说是阿尔伯特自己设计的。阿尔伯特亲王呢，来自于德国。在此之后呢，英国的王室主要是国王王子包括这个女王，他们其实都拥有了德国的血统。然后在乔治五世时期呢，当时正处这个一战，当时的乔治五世为了这个稳住民心把当时的姓氏从汉诺威改成了温莎。这个珠宝馆呢，有各种各样材质的珠宝各类的宝石，什么绿松石、金属、钻石，
其中呢，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个玉啊，这个玉呢，并不是这个中国制作的啊，但是它确实是这个典型的中国的风格。这个珠宝呢，是当时法国巴黎的一个项链，我理解就是那种就类似于那种组配啊。这边有一个2009年生产的珠宝啊，这个呢是一个手镯，它呢是由钛金属来制作的。哇，这一串橄榄绿的项链啊，这个项链其实讲述了一个历史事件啊，就是在乔治4世啊，当时还作为摄政王时期，因为当时的国王呢是这个封王乔治3世，在乔治4世时期呢，他当时软禁了这个公主，然后呢希望公主这个什么不要逃婚，对吧？你要顺利完成你的婚约。然后呢，他当时派了这个2个女孩啊，这个2个女孩呢共同参与了软禁公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这个公主呢叫夏洛特。夏洛特公主呢，她被寄予厚望啊，她甚至作为是这个乔治4世的王储，但是她呢这个英年早逝啊，非常的可惜。后来呢，乔治4世就把这条项链啊赠送给了那2个女孩当中的其中一个人。哎，这件好眼熟啊！这件我之前在北京是不是看过呀？有一个那个马可波罗特展，好像是啊。这个是1860年左右来自德国。这边是属于当时凯特琳大帝啊，这个沙皇，这个女沙皇，她的这些首饰太奢华了，我靠！这个是拿破仑1世送给他养女的首饰啊，还有一只项链，还有一对耳环，这是祖母绿吧？这枚是中世纪的一个胸针啊，代表着爱情。刚才这个人说他不喜欢这个，因为 too much gold， 土豪金。在这个珠宝馆的门口呢，有一个这个珠宝墙，这个呢是一个汤神啊，一个牧师，他捐赠给这个 VA 的。这个墙呢，可以把它当成整个这个珠宝的一个通史啊，因为它是按照不同的硬度去分布的啊。比如说这个最外侧的是珍珠啊，它是最软的；最中间的呢就是钻石了。汤神呢，他是查尔斯·狄更斯的好友啊。狄更斯呢有一本书就是以他为原型创作的。出了这个珠宝馆啊，能看到一幅维多利亚的一个油画。能看到他戴着这个首饰。中东和伊斯兰展区呢，我们来看一个正中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毯。这个地毯呢，据介绍啊，它是目前最古老的明确纪年的一个地毯。这个地毯呢，名字叫阿德巴尔地毯啊，是因为它存放在这个阿德巴尔啊，在伊朗西北部的一个镇。这个地毯呢，是由当时的伊朗统治者塔赫马斯普王委托制作的一对地毯当中的其中一件，用于安放其祖先的一个灵位。它在每10厘米见方的这个面积内呢，就有5300个节，非常非常的精细。但是它呢，并不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地毯啊。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地毯呢，之前我们看过，在这个阿布扎比，在阿布扎比的这个谢赫扎伊德清真寺的内部，南亚区呢有一个木质的一个器具啊，这个呢它里面是有机械结构，是一个老虎正在撕咬一个士兵啊，这个士兵很明显是一个英国士兵，转动这个把手呢，就像音乐盒一样，整个器物呢就会发出老虎的这个撕咬，还有士兵的惨叫的声音。制作出来呢是为了反抗当时的这个英国啊。非常讽刺的是，它现在没有存放在印度啊，而存放在了英国伦敦。这边呢是有好多的名家手稿，这是一个丢勒的一个画稿。一个素描，你看丢勒这个标志性的签名，它的 logo AD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另外呢 ，VA 还有5本达芬奇的手稿啊，或者是达芬奇的笔记本，现在展出了其中1本啊，用钢笔记录了重量和平衡的相关的一些理论，非常非常的珍贵。这个眼熟吗？朝阳同款，来自于伊朗。这个地方有一些美术生在这画静物啊，非常好的选择。这个是2个，它标的是欧洲时期的2个玻璃罐子啊。这个玻璃罐子呢，它里面有画，把笔从这个瓶口伸进去，然后这样反着画的。这个在淄博现在还有这个工艺啊。在这个陶瓷馆啊，这个里面呢有非常多的来自于中国的青花瓷，正好让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不同时期的青花的颜色。比如这个里面呢有这个宣德的啊，就索马里青，还有之后明代晚期的万历啊，还有崇祯。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清代的顺治，然后雍正、乾隆、康熙，只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康熙的一个棒槌瓶，看看它这个青花的颜色，然后正好和旁边这个宣德的这个索马利青做一个比较。另外呢，它的这个青花的这个晕染效果非常的明显，好看。哇，这陶瓷馆厉害了，它按照不同的国家地区把这个瓷器堆类了啊，这是法国的，然后这边是奥地利、维也纳，你看这维也纳，这些属于是瓷塑了，然后这边还有意大利、德国，然后英国、爱尔兰、西班牙，眼花缭乱。然后那边还有一溜，这边还有中东地区的，看上面这些伊斯兰风格的这些瓷砖，这大件土耳其，这边还有高丽青瓷，朝鲜的。然后这一溜全是中国的 China 的 China， 看这个狼窑红，这个康熙风格的这种素三彩，然后这些就是广彩了，就是主要都是出口的。这边还有宋瓷，你看定窑，然后这种湖田窑，景德镇的，这边还有磁州，然后龙泉、耀州，下边还有钧窑，这边也都是啊，湖田窑、定窑。还有唐代的三彩，然后这边是南北朝的这些陶俑，这边也是唐代的陶俑三彩，哇，还有汉代的这个简式瓶连，这怎么连瓦当都有啊？哎，马家窑，这回他还写成仰韶，我看一下啊，你看这里边写的就是马家窑了，那是他还是认识，那为什么中国馆写成了仰韶呢？大意了，这边还有呢。这一溜都是官窑啊，这是清代的祭红，他去仿烧明代的这些红色的瓷器。这边还有祭蓝，这边还有豇豆红啊，这也是豇豆红。这么好的瓷器，可惜这个地方反光太严重了啊，因为它直接就是在自然光照下的。这还有一件乾隆时期的壁屏，就它是挂在墙上的。还有这种压刀工艺的彩瓷啊，或者叫趴花工艺，这件我之前在一本书上见过，无人问津的角落里。这个地方呢，在4楼的这个陶瓷展厅区啊 ，VA 有特别多的观众，但是呢，这个地方确实是没有看到，就没有几个人啊。喜欢瓷器的一定要来这儿看一看啊，这个地方的瓷器等级非常高，路分非常非常高。月亮。